住酒店时最脏的4样东西，保洁阿姨透露，能不碰就不碰。张阿姨今年刚刚退休，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，忙于家庭，从来没有放松的出去旅游过。如今孩子们已经长大，自己也退休了，正所谓是有钱又有时间。一想到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操劳，而且随着年纪渐长，张阿姨担心再过几年，自己就算是想出去旅游，身体也不做主了。所以趁着自己现在身体还算健康，出去玩一玩，走一走。在家刷抖音的时候，张阿姨看到很多网友们推荐值得一去的地方，看着视频里优美的风景，诱人的特色美食，再一想离家也不算太远，张阿姨便决定和老伴一起去玩一玩。虽说是想开了，但是多年来节俭成为了习惯，张阿姨在预订酒店的时候，还是下意识就订购一间小旅馆，因为价格相对更便宜一些。到了旅游地点后，张阿姨老两口按照网上攻略一路玩的还算愉快。结果回到家以后，张阿姨老两口发现脚无比的痒，这是从来没出现过的事。经过去医院检查，发现2人都患上了脚气。原来老两口在小旅馆穿人家准备的非一次性拖鞋来着。俗话说，酒店里也不是什么都像看起来的那样干净的，有4样东西就是比马桶还要脏。那出行我们该如何选择酒店呢？什么东西不能使用呢？1. 住酒店需要做什么准备？虽说很多人都住过酒店，但是很多小细节恐怕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，所以在这里为大家好好解释一下吧。1. 注意安全。出门在外，自身安全问题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。在住酒店的时候，晚上一定要锁好房门，关好门窗，并在入睡前重新仔细的检查一遍。自己所带的物品最好放在身边，尤其是贵重物品，最好寄存在酒店服务台或者保险箱中。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入住酒店时不要携带贵重物品。出门在外，一定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或者不熟悉的人，不要将自己下榻的酒店告诉陌生人，更不要将自己所住的酒店房间号码告诉陌生人，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。住酒店时，经常看到一个小牌子，标着损坏物品照价赔偿，所以在酒店内看好自己物品的同时，也不要损坏酒店内原有的东西。离开酒店前，仔细查看是否有遗落的个人物品。2. 使用的毛巾不要叠。酒店内都会放有供客人使用的毛巾，有些人可能出于习惯或者强迫症，会把已经使用过的毛巾重新叠整齐，就像未使用过一样。现在告诉你，不要这样做。酒店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对居住过的房间进行清扫，对于那些使用过的毛巾都会进行及时更换。如果发现毛巾依旧叠得整齐，很有可能就又会被误认为是新更换的，所以就不会给换新的了。2. 酒店内的4样东西不要用。酒店房间推开门，放眼望去特别干净整洁，其实很多看起来干净的东西不一定真的干净。这4样东西在入住酒店时就需要多加注意，尽量不要使用。1. 非一次性的拖鞋。入住酒店时，一般房间内都会为客人准备好拖鞋，现在大部分酒店都会准备好一次性拖鞋，但是依旧有很多酒店，尤其是小旅馆内，依旧准备的是非一次性拖鞋。虽然一次性的拖鞋不如普通的拖鞋穿起来那么舒适，但是因为是一次性用品，所以就保证了拖鞋的干净卫生。至于那些非一次性的拖鞋，不建议穿。酒店的人流量巨大，而且住酒店的人群很杂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根本无法确定这双拖鞋上一次的使用者到底是谁，他或者他是不是有脚气。如果不幸穿上了被有脚气的人穿过的拖鞋，那么你就需要小心了，很有可能就会被感染上脚气。所以酒店内这种非一次性的拖鞋不仅不卫生，还容易患上脚气，最好不要穿。2. 热水壶。出门在外，要想喝上一口热水，似乎就不那么方便了。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，几乎所有宾馆、酒店都会在房间内为客人
准备上一个热水壶。酒店准备热水壶的初衷是好的，只不过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在酒店内住的人多了以后，就会发现什么样的人都有。用来烧热水的热水壶，有些人往里面扔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曾经就有不少的酒店打扫人员发现，清理热水壶时，在里面发现了客人的袜子、内裤。原因说起来都很搞笑，因为他们认为开水可以消毒、杀菌。虽然这个说法没错，但是用热水壶来做这些，确实让人难以接受。为了避免自己房间的热水壶也曾遇到过如此奇葩遭遇，所以建议大家在住酒店的时候，尽量不要使用房间内的热水壶烧水喝。想喝热水时，可以找前台，或者在前台大厅饮水机内接一些饮用。3. 浴室内的毛巾、浴巾。出去游玩回来后，出了一身黏腻的汗水，就会想冲一个澡，这时候就需要用到毛巾或者浴巾了。当然，酒店早就考虑到这些，所以也早早的就为大家准备好了。每次客人在退房后，酒店内的清扫阿姨们都会打扫房间，并将使用过的毛巾、浴巾等进行更换、清洗。但是酒店内所有的毛巾一起清洗，如此庞大的数量必然不会人工手洗。试想一下，很多毛巾、浴巾一起扔进机器内清洗，到底能不能够洗干净，谁也不知道。更不要说消毒是否彻底，毛巾、浴巾上是否还残留着细菌等，更是没人知道了。除此以外，酒店内居住的客人多样，谁也不知道哪位客人患有皮肤病，而且这种病会不会传染。毛巾、浴巾本就是直接接触皮肤的，万一上一个使用者有皮肤病，且毛巾没有被彻底消毒，那么就有可能会被传染上皮肤病。4. 浴缸。洁白的浴缸看起来特别干净卫生，其实是否真的干净卫生，谁也不能保证。就像毛巾、浴巾一样，浴缸也会直接接触到皮肤。如果上一个使用者患有皮肤病，再无法做到彻底消毒，那么恭喜你，很大概率会被传染上皮肤病。如果在酒店内想要洗澡时，尽量选择淋浴冲洗，这样既能达到洁净身体的目的，又能降低被传染疾病的风险。3. 如何选择舒适的酒店？在交通越发便利的今天，出门旅行或者出差已经成为了常态。只要是不能当天来回的出行，就需要在外过夜，那么必然离不开住酒店。那么该如何选择称心如意的酒店呢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。要想在形形色色的酒店中筛选出一家住起来舒适的酒店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有时候在线上订好酒店，等真的到达酒店后，才发现根本和线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时候如果我们不能亲自到酒店内查看，只能通过线上挑选时，不仅要查看客户订购量、客户的评价、酒店的详细介绍，还可以通过酒店的品牌进行甄选。很多酒店都是连锁店，在酒店的选择上，可以优先选择比较有名气、人们耳熟能详、连锁的酒店。因为这一类酒店不仅环境较好，最主要的是，相较于小旅馆，这类酒店的安全性会更高一些。出门在外本就舟车劳顿，不仅需要休息好，还要尽量保证出行方便。所以在酒店的选择上，酒店所在的地理位置也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。谁也不想在玩了一天以后，本来就人困马乏之际，还要大费周章的才能回到酒店。不然这样折腾下来，不仅人累的不行，也就失去了出门旅游放松的意义。如果是出差工作，更要考虑酒店的位置，毕竟工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。如果因为酒店距离太过遥远，而导致出门办事、开会迟到，想必老板或者客户恐怕不会太高兴。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，无论是出门办事还是游玩，都离不开最基本的生理需求，那就是吃饭的问题。先不说是不是奔着当地的美食去的，就算是办点事，也不希望饿的时候出了酒店4周没地吃饭吧。当然，这个配套设备还包括酒店本身的设施，例如酒店的风格如何，能够备选的房型有多少，
酒店有没有自己的餐厅，前台是不是24小时服务等，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。关于酒店配套设备的考察，可以根据酒店的等级、网友对酒店的评价以及酒店发布的一些信息介绍等地方进行查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酒店的服务质量一定要记得多关注哦。为了选到心仪的酒店，可以从这3个方面入手考虑。当然，至于酒店的价格和预算，就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。此外，很多酒店预订是可以有折扣的，也可以多做攻略。总结，出门在外需要住酒店时，一定要仔细甄选，可以结合自己的需求，从酒店的地理位置、配套设施以及安全性3个方面考虑，选择出一个最适合自己、住起来舒适的酒店。需要出门住酒店时，可以自己携带毛巾、浴巾以及其他需要贴身使用的物品，最好不用酒店内的非一次性拖鞋、毛巾、浴巾、热水壶，最好选择淋浴。最后，祝大家能够出行愉快。